高压线如此危险，为什么鸟在高压线上却不会被电？在日常生活中，被大家避如蛇蝎的高压线反而广受小鸟的欢迎，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小鸟为何站在高压线上却不会被电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与电密切相关，家里的大件都要用电来启用，而电就是通过高压线来传播的，因此我们都会被长辈告诫远离高压线。由于接触高压线后会产生电灼伤、昏迷、抽搐，也可能导致触电死亡，所以它的危险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动物却不了解高压线的危害。一只猴子因为调皮跑到了高压线上，上蹿下跳，被电成了火猴。这样的例子在动物界数不胜数，但是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高压线上站着成群结队的鸟，它们却没有被电到的场景，不仅让我们好奇鸟究竟是怎么样的身体构造。鸟的爪子是被角质化的鳞片所覆盖，而角质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占比很少，几乎是绝缘的。因此在其特殊的爪子构造下，鸟站在高压线上时，就如同在电线和自身中间放了一层橡胶，所以电流很难导进它的身体里面。又因为鸟的两个爪子之间的距离较近，所以身体电阻很会比较大，几乎不会有电流经过。再加上鸟娇小的身体，其感电几率也比较低。但是鸟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一般触电的前提是要产生一定的电流，而产生电流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回路的。这条回路就是包括了火线、零线、导电体三者。如果鸟的翅膀或者嘴接触到高压线，就同时接触了零线和火线，则会形成回路电流，这时电流从鸟身上通过，鸟才会触电而死。而我们所见到高压线上的鸟基本上就是踩在一支电线上的，所以它不存在触电的情况。而猴子之所以会被电成火猴，其实是因为双手之间距离过长，导致其身体阻力较小，才会出现一移动就触电的事故。其实在绝对干燥和与地面绝缘的情况下，人双手抓住一条高压线也是不容易触电的，因为这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回路，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即便如此，高压线也是比较危险的。现在的电线杆上几乎都会有高压危险的警示牌。在这种全民远离高压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敢相信在非洲竟然还有在高压线上筑巢的鸟吗？这种大胆的行为不由得令人替他们担心。可事实上，鸟比较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而电线杆或者是高压线塔给鸟的感觉有点像树枝的树木，符合鸟的选拔条件。再加上建筑行业的兴起，高大的树木被不停地砍伐，越来越多的树林消失，只剩下了孤独的小树苗。随着大家的用电量大大的提高，高压线也越来越多，因此这随处可见的高压电线反而成为了鸟们的最佳选择。虽然鸟有绝缘的爪子，但是它们在高压线上筑巢的时候不会做专门避开火线和零线的这个行为，也令人担忧。还有的鸟胆子很大，甚至在火线和零线之间进行筑巢。它们不知道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降雨或者降雪，就很容易造成电线短路，鸟巢也会因为触电而瞬间被毁灭。因此很多地区的电力工作人员会选择在高压线塔相对安全的地方帮鸟做一些人工鸟巢供它们居住。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减少鸟巢带来的短路以及一些鸟类触电的行为，给自己的工作也减少了一些隐患。现如今为了防止鸟触电，电力工作人员也贴心的给大部分高压电都装上了绝缘的架子。这样下来，一个是可以避免因为鸟筑巢出现的短路现象，另外也能规避一些意外事故。而人类也根据小鸟的习性启发，做出了适合高压线路的衣服。电力工作人员穿上绝缘材质的工作服，选择单人进行电路检查和维修，也提高了自身的安全性。鸟能够不被高压线电到，取决于其体积和特殊的身体构造，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也要注意用电安全，尽量不要在下雨天躲在树下，这样也可以避免一定的事故。而随着这2年的植树造林的推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鸟能够回到它们喜爱的树木上进行筑巢。